下一个梦想杀手，我已经投资太多东西在现在的生活了。所以 Frank， 你告诉我，我这辈子到现在所做的东西都是错的？我不可能这样就放下他们。我投资了很多的时间和行动在我的职业上，我的学业上，我的感情上，我的婚姻上。如果我把这些都丢掉的话，那我必须从小开始，我之前所做的东西就浪费了。让我们坐下来一起好好的分析它。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，花费很多的能力在某些事情上，然后到头来才发现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要的，或是错误的决定。这些都是很真实的。这可以是你的职业，你选择的大学课程，你把自己全身放下去的爱好，你的感情，你的婚姻，它也可以是你的人生目的。你现在有自己的人生目的，那某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这个目的不是你真正要的。承认这些错误是很困难的，因为我们都很难相信自己是错的，尤其是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资本、时间在里面。当你投资了越多，你就越不想承认自己做错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你改变方向的时候，你不是从零开始的。大多数的人在生活中都会换人生轨道，我们需要可以行动起来，不断尝试其他的东西。因为如果你一出生上了学校，然后就知道你以后是要做什么的例子都是很罕见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大多数的人都会不断的碰壁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进入错误的感情，进入错误的生意，进入错误的职业，学习了错误的课程，这些都会给予他们智慧和眼光，然后在未来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候，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也会越来越明智，因为他们清楚什么不适合自己。这和我一样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一份我觉得自己合适的工作，到头来我才发现工作的性质和我心里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，然后我被逼换一个轨道，这些都让我很痛苦，因为我觉得我换方向的时候等于我后退了。在现实中，如果你能很专注的话，是一个好事。如果你的时间和精力分散在10多种不同事情的话，那么你什么事情都是半桶水的话，这是不好的。但是这不意味着当你走向某些方向的时候，你察觉到这个是错误的，你不能改变它，你应该换掉它。你该这样想想，你可以怎么做？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你不要的，你会忍受它吗？你可能会有一种冲动告诉你现在已经够好了，也许这个东西已经达成了你 80% 的期望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不会就这样罢休的。请这样想想，你还很年轻，你可能还有50年的时间、30年的时间、20年的时间、10年的时间。你会不会把这些时间花费在一个平庸的、和你价值不一样的职业中浪费掉，错误的感情中浪费掉？你能不能坐在那边然后忍耐下去？当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，你能不能还会继续的走下去，然后投资下去？这些听起来都没有什么意义。就算在短期内你承认自己是错的，你会感到很痛苦，然后需要做出改变。但你在未来的1-2年内，你会感谢自己这么勇敢的做出这些改变。因为如果你继续待在那个情况的话，你的生活会变得很悲惨，而且属于你机会的大门都会被你自己关上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对于这份感情没有热情，而你却在忍耐的话，那就等于你在看着自己的生活被关闭了起来。生活的门关起来是因为你的热情卖给了舒适圈。所以请不要困在对自己每个选择都觉得完美的陷阱里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都会碰壁的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。事实上，这些东西能够给你的动力远于其他人。比如你一辈子训练成为一个画家，你想要成为一个职业画家，所以你去练习，你去大学，你时常自己画画，你真心想要成为更好。但是当你得到一个画家工作的时候，你才发现画画其实一直不是你想要做的东西。你发现其实自己拥有一个医者的心，你想要成为医生，帮助其他人。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倒反的。那你要怎样转型过去？你已经把你的时间都花费在画画那边了，你就会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了，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了。但是你在画画时所得到的智慧，这些东西不是全部会被你丢掉的，很多的价值都已经印在了你的脑海中。
然后你的大脑其实有很好的转换功能，你所学习过的画画价值和技巧，很多都可以转换去你成为医生的职场上。回到我们的点上，你其实会得到比其他人更多的动力，是因为你已经把很多的时间花费在画画了。然后你知道自己只剩下那么点时间给你当医生，然后你就会做出加倍的努力。当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。很多学习当医生的人都是家里告诉的。然而，当你知道自己真的很想当医生的话，你就可以投资双倍的时间，更多的精力。这些更多的东西会让你得到加速的成果，然后你可以带着你所学习的价值进入你的医生生涯中。总结来说，你的大脑学习东西是很有效率的，不管你在哪里学习，它都可以应用在其他环境中，所以请不要太过自责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人生课堂。